大家好，我是小夏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在今天这期视频里，我们来继续聊一聊房地产投资赚钱中间的出租房。那我们今天具体说的呢，就是出租给学生这个类型。我个人认为呢，买房子出租给学生是一个非常好的起步投资。为什么呢？首先，我们大家都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，那你在你读过的大学附近买房子呢，可能会天然的比较有安全感，而且呢，你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来熟悉这个地区，因为你在这边读过大学啊，或者是高中啊都可以。那你可能本来对这一个地区的房子和价格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，并且呢，你可能还会有一些学生群啊，有一些 Facebook 群，能够快速的打听到现在一般大家住的房子都是在学校的哪一片附近。那你对于地理位置，就是在哪里买房，还有一间房子大概价格多少，会比较容易就能了解到。所以我认为这个在起步上呢，对投资者比较的友好，就比较的 friendly。而且呢，就是你在学校附近买房子呢，因为你在这片住过，所以你心理上呢，就是压力也会小一些，会觉得更熟悉。那第二个好处呢，就是学生一般不会给房东惹出来什么大麻烦，因为学生的背景呢普遍比较的单纯，他们的这个房租来源呢一般都是家里人的支持。那正常家庭的父母肯定都是说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好读书，好好毕业，然后找工作，所以他们一般不会给房东惹什么麻烦，就是你遇到的不好的租客的风险会稍微小一些，不像是比如说你租给社会上的工作人员，然后你可能还要调查他的信用啊，调查他的背景啊，或者甚至要问就是他上一任的房东的联系方式，然后想要尽可能的了解这个人会不会不付房租之类的。但是学生呢，在这种情况上发生的比率呢会小很多。那很多学生他出来住呢，大部分其实都是大3、大4的孩子比较多。他们出来住无非就是因为，要不然就是学校的房租比较高，或者是说学校有要求说大3、大4不能住，要不然就是愿意跟自己的朋友或者男女朋友一块住。所以他不太会给房东就是惹什么麻烦，他也不愿意跟人闹上法庭，因为耗时耗力对他自己没有什么好处。而且学生里面就是这种坏心眼的人啊，然后想要坑房东钱的人啊，一般情况下比例是相当小的。所以我们认为就是租给学生呢，在这一点上可能会比较的有保障。但是租给学生呢，也会有一些操心的地方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之前的视频里也提到过，因为学生一般他就是1年一租，然后可能租客不会住太长的时间，1年到2年算是比较正常的，所以他们呢对房子的保护普遍会差一些，他会毁房子毁得比较厉害。所以如果你买了一套房子，你的目标是为了让学生住的话，那你真的不需要做什么特别豪华的装修，基本上就是保证基本的设施都是 OK 的，然后配套的家具家电都是齐全的，能工作就可以了。因为一般来讲，学生住3到5年的房子吧，这个房子肯定是需要重新装修的，所以这也是租给学生的话，它的这个 turnover 就是转换率会比较高，然后对房子的损毁呢也会比较大。好的，那咱们说了这么多，马上就来看看今天的房子。那今天要看的这套房子呢，就是一套典型的适合出租给学生的房子。首先呢，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就在一所大学旁边；其次呢，它的户型也特别合适。这个等咱们看完房子可以具体说。如果你对我上面说的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话，尤其是对，不好意思有蚊子。尤其是对在美国投资房地产，尤其是在美国东部看房买房感兴趣的话，就请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和老麦每周都会更新一次，每次都会带大家实际去看一套房子。希望和我们有共同兴趣的朋友订阅我们，点亮小铃铛。好的，那咱们现在就走吧。这个房子我们去看的时候还是挺新的啊，它外面应该是都重新粉刷过了。当天去看的时候呢是 open house， 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去的。然后这个就是餐厅和厨房，基本都是重新装修过的。我刚进去的时候问卖方的经纪人说这个房子一共几层，他说有4层。
它餐厅四面都有窗，还是挺亮堂的。我们刚才一进来的位置是客厅，然后厨房旁边有一个门呢，可以上到阁楼上面去。他把阁楼这块呢改成了一个房间，但是真的特别热，当时一踏进去的时候就觉得一股热浪。大家能看到，其实这个为什么说它是阁楼呢？因为它已经是卡着房顶的位置了，采光虽然很好，但是真的非常热，而且它其实是一个长条的形状。这个是衣橱，它整个房间属于很长啊，但是其实也是面积挺大的，绝对可以放下床啊、沙发呀什么的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厨房旁边这一层的主卧，它的主卧室呢是带卫生间的。一般主卧室就是指说房子里面最大的一间嘛，而且那个带自己独立的卫生间的话，能租到稍微高一些的价格。面积还是可以的，卫生间里面还能带窗户，还算是比较少见的，而且它浴缸和淋浴还是分开的。这个卧室就是这个主卧室和它的卫生间还是挺大的。然后这个是旁边的小卧室，这个小卧室呢，等于是跟咱们刚才看到的那个阁楼的那一间，这两个房间共用一个卫生间。这个就是比较标准的小卧室的尺寸，全部都是木地板。其实如果租给学生的话，木地板会比较好打理，地毯会难弄一些。然后这个就是要 share 的小卫生间。反正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我们下到地下室来看一下，这是地下室的第一间屋子。它这个地下室蛮有趣的是，它利用这个地势差做了一个跟榻榻米一样的位置，专门用来放床。我们觉得这个设计其实还是挺巧妙的，而且它地下室的窗户其实也很多，采光还不错。但是老麦试了一下，它地下室的那个层高其实稍微有一点点矮，而且可能因为地下室比较容易潮湿，所以它全部都用的是瓷砖地和木板地。它地下室这里还有一个开间，其实这个在我们看来完全就是留作就是让买家隔成第5间，因为只要装一个门，这就成为了另外一个房间嘛。但它这个现在卖的时候呢，并没有按房间来算。这个屋子呢，因为它里面没有closet， 就是没有衣橱，所以老麦之前在别的视频里讲过，美国的房子就是房间，如果它没有 closet 的话，就不能算是一个卧室。所以它这块呢，其实用的就是一个 IKEA 装的衣柜。我估计其实之前的这个房主也在这儿就装了个门，然后出租的。但是他现在卖的时候呢，因为这个不能算一个房间，所以他也就没有弄。地下室如果你加一个门的话呢，就会变成2:1:的格局。就是这是地下室带的全套的卫生间，带淋浴带马桶的。然后还有就是洗衣机、烘干机，还有 utility room， 就是我们说的有空调机啊、热水器啊的地方，也都是在地下室。一般我们买房子会稍微看一眼它的空调什么的都是什么年份的，然后心里有个数，肯定是越新的机器越好呗。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后院，后院的那个门就是连着厨房、餐厅的那个门。它后院先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露台，整个这个房子占的地还是挺广的。
从后面看能看到这个房子还是确实分了几层的，它的露台也全部都是重新粉刷过，然后重新翻修过，感觉绝对是够学生在这儿开个 party 啥的。而且它这个后面呢还自己加了一个小的 storage。再从后面整体看一下这个房子。好的，那咱们今天这套房子呢就看完了。这个房子的户型呢是4B3B，也就是4个卧室，3个卫生间。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就发现了，它地下的那一间呢，其实稍微加一个门加一个墙，这套房子就可以变成5个卧室。所以我才说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适合出租给学生的房子。因为一般来讲呢，你出租给学生，你肯定是按间收租金的。那大家可能会觉得房间肯定是越多越好。不过这个呢也是要考虑到每州的法律的，比如东部大部分的州呢是说一个房子里面一起住的 unrelated person， 也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，最多只能是5个人。那如果你要是6间7间的话，这个不合法的事儿咱们就不说了。但如果你合法的出租的话呢，一个房子住5个人，用5个卧室其实是上限。那当然你要是愿意租给学生的话，肯定是这个达到上限的这个人数最好嘛。所以一般5B3B 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出租给学生的房型。而且这套房子呢，它之前其实就是出租给学生的，这个房主在卖房的时候也已经把他以前收到的租金公开了。那我们来跟大家具体的说一下这个数字。现在这套房子呢，开价是45万美金。咱们就说你拿45万美金买了，那这个房子像刚才我说的，你把它改成了5间以后呢，一间大概租在700美金左右，那5间呢就是3500美金，一年12个月，租金就是4万2。那你刨除掉一些什么维修之类的，咱们按4万算的话，你前期投45万美金，这个回报率大概在8%到9%，其实还算是不错的了。就是我认为，如果你要是多样化自己的投资，选择这样的一套出租房其实是可以的，至少它比你存在银行里面划算。虽然你可能要稍微花一些时间，比如打扫房子呀，找学生租客呀，但这也是为什么我最开始说，如果你在你自己读过的学校附近来投资这样的房子的话，整体来讲呢，你会比较熟悉这个流程，这样呢也能简化这个你前期所需要做的工作。所以不管怎么说呢，我们认为买出租房并且出租给学生是一个比较好的起步的投资。不知道大家对于今天我们说的有什么感想，或者是有什么想要问的内容，都欢迎给我们留言。咱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请大家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下周我们还会继续给大家更新更多的更新的房源。那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拜拜。不行了，咔，有蚊子吧？对。